诡异正在发生，6男4女在一个破旧的空屋玩游戏，而且要玩满10天才能结束。可是当10天到了之后，游戏的真相却更令人惊讶。此时，一个戴着山羊面具的人正看着熟睡的10人。突然，桌上的钟落在了12点，远处传来一声低沉的钟声后，10人缓缓醒来，迷茫地看着对方，谁都不记得自己为何会出现在这里。早安，9位，很高兴能在此与你们见面。你们已经在我面前沉睡了12个小时了。你是谁？相信你们都有这个疑问，那我就跟9位介绍一下。奇怪，太奇怪了，周围都是封闭的，那我们是怎么进来的？还有屋子里加上戴面具的这人一共有11人，为什么他说9位？旗下疑惑之际，又打量了一下四周，屋子的墙都像是规划好似的方格。果然，手机没在，看来是被收走了。不必跟我们介绍了，我劝你早点停止自己的行为。我怀疑你拘禁我们已经超过了24小时，已经构成非法拘禁罪。你现在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会被记录下来，会形成对你不利的证据。这什么破地方，这么多灰尘？等一下，我们都刚刚才醒来，你怎么知道我们被囚禁24小时了？现在是12点，而我有晚睡的习惯，上一次看表就已经是12点。说明我们被囚禁了至少12小时。你们也发现了，周围都是封闭的，他把我们弄进来肯定费了一番功夫，再一次证明他囚禁了我们至少超过24小时。这女的也太冷静了吧，正常女的这种情况下能这么冷静吗？山羊头，为什么这里有10个人，你却只说有9个？冚家鏟，我不管这里有几个人。男子说完就想要起身，他才发现他的腿动不了，似乎被注射了某种东西。坟场，我劝你识相点，你可能不知道惹了我会有多么严重的后果，我真的会要了你的命。男子的话一出，4个男的表情变得严肃，大有要合力制服山羊头的趋势，可是也都发现腿动不了。这件事似乎没想象的那么简单，而且这里面明明有10人，山羊头却说9位，那多出的这一位是谁？难道是绑架者吗？主角疑惑之际，山羊头走到了他身边，站在了一个年轻人身后，众人紧张地看着他。而此时他身前的年轻人却洋溢着幸福的微笑，只见山羊头将手掌缓缓举起，放在了年轻人的后脑勺上，而年轻人的笑容也是越发诡异。突如其来的一幕让众人的心提到了嗓子眼。能够将人类最坚硬的头骨用手撞碎，那个山羊头还是人吗？他的力量太吓人了吧。之所以准备了10个人，是因为要用其中1个人来让你们安静。如今已经不是违法了，这是在犯罪，这种事怎么会发生？山羊头的做法确实很有效果，女人停止了尖叫之后，房间沉默了1分钟。很好，9位，看来你们都安静下来了。听着山羊头的话，众人谁都不敢开口说话了。正如他所说，现在真成了9位了。下面容我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人羊，而你们是参与者。如今把你们聚到一起，是为了参加一个游戏，最终创造一个神。创造神？创造什么神？和女娲一样的神，多么美妙啊！你们将与我等一起见证历史。曾经的女娲创造了人类，却在补天时化作彩虹，我们不能失去它，所以要创造一个女娲，因为有一个伟大的任务正等着神去完成。女娲，这件事简直是无稽之谈，你们是宗教吧？宗教算什么？我们比宗教恢宏得多。我们有一个世界。既然如此，你想要我们来这里参与什么？我说过，一场游戏而已，若赢了，你们当中的一个就可能成为神。冚家鏟，玩封神榜那套是吧？若我们赢不了会怎样？赢不了。人羊说完，看了一眼地上的年轻人，然后继续说：赢不了，那就太可惜了。人羊的话暗示很强，众人想要活就只能赢。如果大家都明白了，那这一场游戏正式开始。本次的游戏名为说谎者。人羊说完，拿出一沓纸和笔分给了众人。接下来我要你们每人都讲述一段来到这里之前最后发生的事，但是要注意，在所讲的故事有一个人说了假话。当9位都讲完故事，你们便开始投票。若8人都选中了说谎者，说谎者出局，其余人全部存活。若有其中1个人选错，则说谎者存活，其余人全部出局。等一下，我们可以商讨战术吗？随意。游戏开始之前，你们有1分钟的时间商讨战术，请问是现在使用还是等会使用？我现在就要用。请便。各位，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谁待会儿要撒谎，
但这个规则听起来太过武断，只要有一个人投错票，我们大家都会死，而就算我们选对，那个说谎者也会死，这样无论如何都会死人。现在我想到一条所有人都可以活下去的办法。男人说完，众人疑惑地看向他，所有人都活下来，这种事真的能做到吗？我们9个人都说真话，最后在这纸张上写下无人说谎，这样的话既不违反规则，我们也可以顺利活下来。你这个计划很好，但是有一个前提，那就是你自己不是说谎者。可我们该怎么相信你？若你本来就是说谎者，那我们无人说谎，最后存活下来的也仅仅是你。你这叫什么话？我若是说谎者，我怎么会提出这种建议？我只需要保住自己就好了。1分钟时间到，请停止交流。下面请大家抽卡。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身份牌，若是抽到说谎者，则必须说谎。众人一听完这句话，瞬间吸了一口冷气，问话的男子更是怒不可止。你在耍我？这是给你一个教训，我还未说完规则，你便问我是否可以商讨战术，是你们浪费了宝贵的1分钟，而不是我不提前说。1分钟后，众人拿到了自己的身份牌，众人的脸色难看到了极点，因为他们抽的不是身份牌，而是生死。此时的主角旗下也是缓缓看了一眼自己的身份牌，这一看吓了一跳。说谎者竟然是我。